俄罗斯和美国的较量，从欧洲到亚洲，从中东到北极，斗个不停。如今，一个偏僻的北极成了两国较量的焦点 ，F-35更是首次部署到了北极。根据空军杂志1月31日的报道，美国将 F-35部署在自家最北端的军事基地，也就是格陵兰岛的图勒空军基地，还重启了冷战时期的部队第11空降师。俄罗斯则是建立北极司令部，开通了数百个新建或者苏联时代的北极军事站点。水下3万吨级核动力破冰船雅库特号以及另一艘同型号的乌拉尔号，双方都在北极投入兵力，加强对北极的掌控力。估计 F-35未来会经常在北极亮相，甚至是监控俄罗斯军队的动态。之后关于美俄在北极争执的信息也会更多。只是火力军估计，咱们也只能看到媒体加工过的报道，一些真正有价值或者说比较尖锐的信息很多。到 F-35部署北极，火力军就有一个疑问：为什么美俄要在北极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较量？北极地区虽然人少，还有点冷，但资源多，石油、煤炭、天然气、铁矿石等战略资源一个不缺。虽说美俄家里有矿，但资源不要白不要。北极大陆架天然气储量超过85.1万立方米，石油储量为173亿吨。美国离得有点远，鞭长莫及，但俄罗斯基本上将北极看作了自家的后花园。俄北极地区天然气开采占全俄的80%以上，石油开采占17%以上。其次就是地理位置以及航道。受全球变暖的影响，北极出现了融冰现象。随着北极冰帽的缩小，其通航时间从过去的3到4个月逐步扩展到5到6个月，可能到2030年，亚洲到欧洲的航线能全年通航，并且新增12到30条新航线，成为欧亚欧美之间航道最短的水上运输通道，极具战略价值。谁能抢先开发和占领航道，不仅对本国经济有利，还能在开发北极地区一事上掌握更多的话语权。美国、北约、俄罗斯都看到了这点，开始加大在北极地区的军事力量。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要在北极部署 F-35。美国空军早就计划让 F-35在极端天气条件下作战了，未来几年北极肯定会部署更多的 F-35，北约也会掺和进来。北约之前还在北极地区开展航行自由行动以及寒冷反应2022演习，根本目的就是加紧布局北极地区。而且欧洲也不缺 F-35，挪威和丹麦已经拥有了自己的 F-35，芬兰也将在未来几年内接收。在1月中旬的时候，挪威空军的 F-35都已经部署到冰岛了，在北极地区执行战斗值班，与美国部署在图勒空军基地的 F-35一起向俄罗斯施压。同时，北约还向罗马尼亚部署预警机，监视俄罗斯的行动，还派出180名军事人员为预警机提供维修保障。美国国防军还在波兰境内部署了3套爱国者，也就是火力军之前说的北约防空墙。美国旁边的加拿大还预定了88架 F-35，如果北极出现什么事儿，加拿大也能出点力。而且阿拉斯加的基地群还部署了大约150架 F-22和 F-35A， 等于说俄罗斯已经被 F-35三面夹击了。之前美国还说把 B-2A 轰炸机部署到冰岛的凯夫拉维克海军航空站，还计划在北极地区部署 MQ-9 无人机。如果美俄在北极地区爆发冲突，美国占有决定性的空中优势。需要注意的是，部署 F-35只是美国加强北极军力中的其中一步。早在2018年的时候，美国就提出了针对北极的作战概念。从那个时候，美国就已经展开了战略经营。火力军感觉，美国借助乌俄战争爆发，让瑞典、芬兰加入北约，也算是美国针对北极战略的行动。虽说瑞典、芬兰加入北约会加剧北极局势，但对美国而言是好事。北极圈内涉及的国家有俄罗斯、美国、加拿大、瑞典、芬兰、冰岛、丹麦和挪威。这8个国家通常被称为北极8国。
而在这8个国家中，7个都是北约成员国，唯一一个不是的是俄罗斯。7对1，拿什么输？一旦瑞芬成功加入北约，意味着北约的陆地边界将进一步向北极靠拢，美国也会加强对北极的掌控力，顺带压制俄罗斯，稳赚不赔。同时，在美国内部也在为北极作战做准备，比如北方打击军事演习，甚至重启冷战期间的部队。为了预防与俄罗斯在北极爆发冲突，美国国民警卫队已经进行了相应的演练。根据美国专门报道军事事务的《军事时报》报道，美国国民警卫队特意进行了为期10天的北方打击2-3演习。当然，现在已经结束了。这个北方打击是美国国防部为了提高预备力量的战备能力而进行的最大年度联合演习之一。与美国现役军人前往加拿大或者挪威的偏远地区来适应严寒作战不同，国民警卫队的成员则是在密西根北部训练他们在寒冷天气里作战。为了加强北极方向的兵力，美国还重启了冷战期间的部队第11空降师，这是个完全专注于北极地区战斗行动的部队。为了加强该师的兵力，美国还把原本第25步兵师的第1和第4旅级战斗队分给了第11空降师。虽说是重启部队，但不需要进行其他训练，战力也不比其他部队弱。不过在军事上，北极区域是俄罗斯战略核潜艇的主要活动阵地，自苏俄时期就被当作战略堡垒区，其战略核潜艇能够在这个区域较为安全的活动，并随时顶破冰层向北美发射战略导弹，甚至可以说北极是俄罗斯扭转败局的关键，所以俄罗斯也不会放松对北极地区的掌控。俄罗斯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港口。2战期间，苏联很难由海运从外界获得补给，没办法发展出一支强大的海军。到了冷战时期，苏联进口贸易一直发展有限，而海军只能通过黑海向大西洋挺进，所以只要涉及海军的较量，苏联都十分难受。现在也同样如此，不动港少得可怜。但是北极融冰之后，可以新增12到30条新航线，到时候俄罗斯各港口常年封冻的情况基本上就没了。如果到那时候俄罗斯不缺钱的话，海军的发展也能照顾一下。同时，新增的航线将使俄罗斯从海上到北美洲、欧洲的距离缩短1半以上，航行时间缩短数十小时。所以，普京很早就确定了北极战略目标，甚至还把北极和北冰洋的建设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比如建造核动力破冰船雅库特号与乌拉尔号，为俄罗斯北极方向航道提供安全保障。还通过军演不断宣示对这片区域的主权，建立了北极司令部，开通了数百个新建以及旧苏联时代的北极军事站点，包括机场和深水港。总的来说，就一句话：加强火力。俄罗斯现在是不断把各种地对空反舰导弹搬上北极圈内的各个基地，一贯的套路了。别管先进不先进，数量多就行。比如北方舰队第3防空师、第414防空团接装 S-300PS 远程地空导弹，新地岛上的另一支地空导弹部队换装 S-400。俄罗斯北方舰队战术导弹集团的导弹师配备堡垒超音速岸对舰导弹武器系统，已经部署在了北冰洋上的亚历山德拉岛上。亚历山德拉岛属于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算是俄罗斯在北冰洋最靠近北极点的群岛，比新地岛还要靠北。除了军事人员之外，没有任何平民。在地理来看，该岛靠近挪威斯维尔巴德群岛，位于北极航道核心位置，具有巨大的军事价值。所以俄罗斯在亚历山德拉岛上已经建了一个可防暴雪的军事基地，也就是三叶草基地，可供应驻守士兵18个月的补给。基地还有一条1500米的跑道，可起降伊尔76运输机，堡垒导弹大概率就部署在这附近。2020年时候，俄罗斯还在这儿修建了一条总长度3500米的飞机跑道，可以起降所有类型飞机，包括战略轰炸机。所以单说俄罗斯在北极的战力确实可以。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发展和军事建设都是领先美国的，
比如最典型的破冰船，美国仅有唯一一艘属于海岸警卫队45年前建造的北极星号破冰船，设备早已过时，许多零件甚至根本没有办法生产。缺少核动力破冰船，意味着美国海军水面舰艇很难进出北冰洋。虽说美国加大北极军事力量投入之后，也打算建造新的破冰船，一样不够。美国的计划是2030年前建造2艘破冰船，而俄罗斯目前拥有41艘破冰船，其中4艘为核动力破冰船。咱们实话实说，确实比不过。至于潜艇，美国与俄海军相比也不占太大优势，毕竟核潜艇是俄罗斯海军唯一的牌面了。不过这也没办法，俄罗斯本身比美国更靠近北极，有地理位置的优势，在这儿经营了1个世纪，有点底子很正常。加上被美国制裁多年，俄罗斯一直在寻找突破口。随着北极的冰川融化越来越严重，该地区的开发价值也越来越大。俄罗斯一直都把北极地区当作是自家的后花园，所以在北极地区的发展上也是一马当先，毕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破局办法。不过这是之前，现在则完全不同。由于综合实力上的差距以及乌俄战争对俄的牵制，美军在北极的部署有后来居上的态势。毕竟俄罗斯穷，乌俄战争已经快把俄罗斯的家底打没了，自然也没有太多的精力向北极投入兵力，不在北极抽调武器装备都已经不错了。而且随着美国军力向北极倾斜，估计用不了多久就能超过苏俄1个世纪的布置。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美国什么时候能在北极碾压俄罗斯？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视频的最后再次感谢 Surfshark VPN 赞助这期影片，我是火力军，下期见。